3年前，我淘了一台索尼彩监，翻出了大学时买的一台小灵通游戏机，重温了一遍少年游戏时光。3年后，出于对8位机游戏实现原理的好奇，学习和制作了自己的 NES 模拟器，成功在 EIP32 上玩上了红白机游戏。上一个视频分享了用 VS Code 刷固件的方法，不少朋友晒出了复刻成功的图片。但也有很多朋友在评论区说软件操作繁杂，感觉有点劝退。所以这期视频我就专门做一版新手教程，不需要下载安装编程软件，简化中间步骤，直接烧录固件。先说下配件，所有用到的东西就是现在的清单，按照名称照着买就可以了。先认识一下面包板。面包板其实很简单，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不用焊接的连接工具，它内部是有规律连接的，中间区域是竖向一排一排连通的，两边是电源轨道。你只需要记住一句话，同一排是通的，不同排是断的。这个项目用到了3块面包板，为了更紧凑，面包板我采取了重复的电源轨道。接下来是 ESP32 开发板，你会看到板子上有很多字，这些叫私印，比如 GND 是 D，3V3 或者5V 是电源，1到42是控制引脚，这些信息都已经标注好了。屏幕和其他配件也一样，对应的引脚上都有私印名称，所以你只要按照线路图一一对应插上线就可以了。这里要注意2个地方，一是按键是有方向的，要像如图所示，没有引脚的一面朝向自己，上面左右2个引脚是连通的，下面也是。如果插反了，要么一直触发，要么完全没有反应。2是 ESP32 上的 GND 和 VCC 引脚数量是有限的，用着用着就不够了。这个时候你可以把电源引到面包板两侧的电源轨上，这样就相当于扩展出了很多 GND 和 VCC， 接线会方便很多。这里我只演示一下，大家在接线的时候一开始不用考虑美观的问题，先跑通，后面再梳理布线。接下来是 SD 卡，一定要格式化成 FAT32 格式，这一步很关键。游戏文件需要自己去网上下载，将.NES 格式的游戏文件拷贝到卡内待用。现在打开开源文件地址，下载模拟器文件。接着下载烧录工具。打开烧录工具，第一项选择 ESP32S3， 其他2项不用动。在主界面点击这里，选择要烧录的固件文件，打开下载的开源文件，打开这个文件夹，选择最新版本的固件文件，后面地址填上0x0，其他选项按设置勾选。现在将 ESP32 接入电脑，选择右侧插孔，如果正常会出现端口号，选择接入的端口号，点 Start 开始烧录。进度条结束后表示烧录成功。如果烧录工具内没有出现端口号，需要在我的电脑这里点击右键，进入管理，在设备管理器内查看是否有端口这一项，如果没有，就需要下载 USB 转串口驱动程序。下载后安装。然后重启电脑，
端口号应该就有了。插入装有游戏文件的内存卡，如果一切正常，你就会看到模拟器主界面。下一步就享受你的游戏世界吧。